平醋1包糖，比生根粉好用100倍，又省钱又高效。俗话说得好，养花先养叶，养叶要养根。想要养好一盆花，养根是重中之重。很多养殖花草的小伙伴一定都有同一种烦恼，那就是自己养殖的花草矮小，不爱生长。想让它们快速生长，甚至达到爆盆的效果，应该怎么做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只要学会自己制作一些生根水，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今天我就把之前分享过的快速生根配方，再跟大家免费说一下。很多用过的小伙伴都曾留言说，这个配方的效果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，快来一起看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介绍3种生根剂的配方，生根剂的使用禁忌，以及一种叫做废物黄金的废渣，既能蓬松土壤，又含有生根剂的成分，简直就是宝贝。1. 白糖。白糖溶液是最简单的一种自制生根剂，它可以为植物提供能量和营养，促进细胞分裂和伤口愈合。制作方法就是用热水将白糖融化，比例为1:10。白糖对于扦插繁殖的效果会给你大大的惊喜。首先我们把插条插入冷却后的溶液中，等待2至3分钟，然后取出枝条，清洗切口，切下部分切口，插入盆土之中，然后把插穗置于15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，很快就能看到白花花的根系蹭蹭冒。白糖溶液适用于生根难的植物，比如茶花、杜鹃等。2. 米醋溶液。米醋溶液是另一种常见的自制生根剂，它可以降低水的 pH 值，抑制细菌的生长，增强植物的抗病能力。制作方法是将米醋与水按照1:10的比例混合，然后将扦插枝条浸泡在溶液中，不超过5分钟，然后取出枝条，冲洗切口，扦插。白醋水比较适用于生根易的植物，比如绿萝、吊兰、芦荟等。3. 小苏打。小苏打溶液是一种特别的自制生根剂，它是用来喷洒在扦插后的土壤上，它可以调节土壤的 pH 值，增加土壤中的氧气含量，促进根系呼吸和吸收。制作方法就是将小苏打与水按照1:1000的比例混合，然后把溶液装入喷雾器中。如果担心扦插不能顺利生根的话，可以从扦插后的第2天开始，每天早晚各喷洒1次溶液在土壤上，持续1周左右。而小苏打的适用范围则是生根慢的植物，比如月季、牡丹、紫薇等。当然，在使用自制生根剂的时候，也要注意以下事项： 1. 不要过量使用生根剂，否则会导致植物生长过快，影响质量和健康。2. 不要混合使用不同的生根剂，否则会引起化学反应，影响效果或产生有害物质。3. 不要将生根剂存放在高温或阳光直射的地方，否则会导致变质或失效。4. 什么是生根剂？凡是具有像内源生长素那样促进生根的合成物质，或者利于促进内源生长素形成及抑制生长素分解的化合物，都可以不同程度的促进生根，这些物质统称为生根剂。那生根剂里面都有什么呢？通常来说，用于生根的调节剂有耐乙酸钠、吲哚乙酸、吲哚丁酸钠或钾、钠氧乙酸、苯酚化合物等。而吲哚乙酸是最早应用于农业上的生根剂，主要是促进不定根的产生。钠乙酸钠是常用生根剂，可用于浸泡种子、粘根、浸泡插枝，具有增加植根数量的作用。吲哚丁酸的生理作用类似内源生长素，不易被植物体内吲哚乙酸氧化酶分解，生物活性持续时间长，主要用肝促进植物扦插生根及移栽植物的早生根、多生根。除了上面说的生根剂之外，其实还有一种废渣，既能蓬松土壤，又能起到生根剂的成分，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废物黄金。5. 松树壳。松树壳富含了丰富的有机物质、微生物以及多种微量元素，当它自然分解时，会缓慢释放出这些养分，为植物提供了一个营养丰富的生长环境。它质地坚硬，透气性和排水性都非常好，把它放在花盆里，它们之间自然形成的空隙，就像是给植物的根系搭建了一个舒适的小房子，能让空气能够自由流通，多余的水分也能迅速排出，避免了根系因为积水而腐烂，让根系在疏松的土壤中自由呼吸，健康扩展。
同时，松树壳在慢慢分解的过程中会释放出一些有益的物质，比如松节油等。这些物质具有一定的杀菌消毒作用，能够减少病虫害对根系的侵害，让根系能够健康的生长。更重要的是，松树壳能够为植物提供一个微酸性的生长环境。很多花卉，比如兰花、杜鹃等，都喜欢微酸性的土壤，松树壳正好满足了它们的需求。在选择松树壳时，最好选择那些没有受到污染、颜色新鲜的。收集回来的松树壳需要进行简单的处理，去掉其中的杂质和松针，然后放在阳光下暴晒几天，这样可以有效地杀死其中的病菌和虫卵，减少日后花卉生病的可能性。将晒干的松树壳用锤子或擀面杖轻轻敲碎，使其变成较小的碎片，这样有利于松树壳在土壤中更好地发挥作用。然后将敲碎的松树壳与土壤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均匀。一般来说，建议在每盆花卉的土壤中混入10%至20%的松树壳碎片。在盆栽花卉时，可以在盆底先铺上一层较厚的松树壳碎片作为排水层，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盆土积水，减少花卉烂根的风险。对于已经栽种好的花卉，可以在换土时加入适量的松树壳碎片，以增强土壤的透气性和保水性。当然，不同的花卉使用方法也略有不同。比如像君子兰、兰花这样的肉质根花卉，可以把松树壳和其他植料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使用。比如可以用30%的松树壳、30%的腐叶土、20%的珍珠岩和20%的蛭石混合，这样配置出来的土壤疏松透气，营养丰富，非常适合这类花卉的生长。如果是像绿萝、吊兰这样的普通花卉，可以在花盆底部铺上一层松树壳作为排水层，这样既能增加土壤的透气性，又能防止积水导致烂根。松树壳作为一种有机物质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分解，为土壤不断补充养分。因此，建议每年春季或秋季更换顶层松树壳，以维持其最佳效果。6. 用于扦插的7种生根水。1. 阿司匹林溶剂。用0.01%的阿司匹林溶液浸泡插条，发芽率可明显提高。用0.05%的阿司匹林溶液浸泡移栽苗木，能缩短缓苗期，防止苗木干枯，提高成活率。2. 柳枝浸出剂。将抽绿展叶的柳枝嫩条去叶剪成4至8厘米的短枝，1公斤柳枝用1.5至2公斤的清水浸泡10天左右，即为柳枝生根液。使用时将花卉插碎，浸泡其中5至6小时，然后扦插。经此处理后的扦插苗一般7至10天即可生根，成活率高，且生长健壮。3. 维生素 B12 溶剂。取医用维生素 B12 针剂加凉开水1倍稀释，将插条剪口下部置于稀释液中浸泡5分钟再扦插，既可促进根系生长，又可促进组织愈合。4. 蔗糖溶剂。取蔗糖，用开水冲成5%至10%的蔗糖溶液，自然冷却后，将月季、无花果、枸杞、一品红等花卉插碎基部进入糖液4至6小时后扦插。处理生根较慢的插条，糖溶液浓度还需加倍，糖液浓度越高，浸泡时间越短。5. 高锰酸钾溶剂。将插枝基部放在0.1%至0.5%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10至12小时，取出后立即扦插。6. 蜂蜜水溶剂。花卉无性繁殖时，通常应用生长激素促进扦插生根。如没有生长素，可将插条在蜂蜜中蘸一下，然后扦插，能提高成活率，促进生根。7. 激素溶剂。有些插枝容易流胶，应在采样后立即放入水中，再用激素处理。常用的激素有菜乙酸、生根剂等。处理前把插条的基部纵向刻伤，效果更好。总结，自制生根剂有很多优点，比如可以省钱，不需要花钱买昂贵的商业产品，只需要一些家里常有的食材和工具，就可以做出高效的生根剂。另外，自制的东西也安全干净，因为自制的东西不包含有害的化学物质，不会影响植物或人体的健康，是绿色天然的。你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家里自制生根剂了吗？快去试试吧，给你的绿植宝贝们增加一些新朋友吧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受到自制生根剂的魅力的。
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